甄嬛全劇送出的第一份禮物是在選秀現場，送禮對象是安陵容。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這麼燙的茶水澆在我身上，想作死嗎？安陵容剛到京城就遭遇了大型職場霸凌，在這個雞飛狗跳的節骨眼上，女主嬛嬛英雄救美，還豪氣地送了對方一副翠玉耳環，而這份禮物直接為她敲開了一段最複雜也最要命的人際關係。汉軍旗、满軍旗都排好了，两人一队。全國各地的秀女們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权貴鄙视鏈的縮影。幾位重要角色的性格也在這場群像戲裡十分清晰地刻畫了出来。從小城市來到首都的安陵容表示从没有參加過這麼盛大的面試，所以有些慌亂，一不小心把一杯8分燙的茶水灑到了驍勇的夏冬春身上。夏姐當場就炸了，抓着安陵容不依不饒。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這麼燙的茶水澆在我身上，想作死吗？夏姐雖然頭腦簡單，但罵人前也記得要先問清楚家庭背景，確認自己是否惹得起。估計是以前吃過這方面的虧。對不住，問你呢，你是哪家的？安陵容支支吾吾，不好意思說。她偷瞄了一眼四周，一水兒的高门貴女，自己這點出身實在擺不上台面。在夏姐的再三逼問之下，才小聲擠出一句：家父松陽縣城安必環。夏姐一聽就放心了，果然啊，穿的寒酸不是沒有道理的，就知道你是窮鄉僻壤裡的小門小戶。然後她就開始分析，就你這個階層，你這個氣質，能破天荒到紫禁城走一趟，已經是幾輩子的福氣了。即使面見皇帝，他也不會選你的，你還是洗洗睡吧。夏冬春這項看人下菜碟的本領，感覺是刻在骨子裡的。他雖然不懂得禮貌和尊重，但是他很懂京城的各項潛規則。陵容被當众數落，全程都不敢抬頭，也不敢替自己辯護，只會道歉承認錯誤。他唯一能提出的條件就是，如果姐姐生氣，那我賠你一身衣服吧。夏姐找到了新的攻擊點，她圍着安陵容上下打量，你賠？你拿什麼賠呀？就你這身衣服，一看就是小作坊赶制的，針腳粗還爱起球。我這身衣服那可是蘇繡，你知道有多貴嗎？你是要拿你頭上那2隻素銀簪子賠呀，還是要拿你手上那2隻送人都沒人要的鎏金鐲子賠呀？眾人都跟着笑了起來，像極了現實生活中那些喜歡拜高踩低、隨波逐流的人。不過鏡頭轉向了眉莊和甄嬛，他們在遠處並沒有跟着起哄，表情還帶有明顯的不平與憤怒。這一幕中，夏冬春和安陵容同框，妝造差距十分明顯。夏冬春的打扮可以說是全場最高調的，旗頭比所有人都要大，不僅大，而且堆砌得滿滿當當。衣服也是選擇了最搶眼、高飽和度的橙色，連鬢角都燙了特定的造型，恨不得把我家有權有勢寫在腦門上，非常符合他張狂的人設。陵容頭上連個像樣的裝飾都沒有，旗裝的圖樣也明顯沒有夏冬春的考究。再看2位主角，梅姐姐是有心重選的，所以她打扮得非常精致，但不张揚，圖樣十分考究的粉色旗裝，小巧的旗頭，有点綴有留白，一支凤釵点出了家底兒，既體面又不过分耀眼，很符合大家閨秀的身份。甄嬛就更低調了，她在主流粉色調的路線之外，選擇了月白色的素色旗裝，頭飾也是一水的素色。書裡寫她今天的妝造極其擺爛，但為了避免被夏冬春這樣先敬羅衣後敬人的人輕視，還是帶了一支低調奢華有內涵的簪子撐場面，對應到畫面上應該就是這支玉釵了。這姐倆站在一起，顯然眉莊更耀眼，但他倆加一塊兒都不如夏冬春搶眼。夏冬春是逮個蛤蟆非要鑽出尿來，在安陵容再三賠禮道歉的情況下，依舊得寸進尺，提出要讓他下跪賠禮道歉。你即便跪下向我叩頭請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夏冬春羞辱安陵容的過程，所有人都在旁邊看着，大多數人是看熱鬧。這時有一個路見不平的秀女想要出手幫助，但被朋友一勸也放棄了。姐姐別去得罪了人，皇上怎麼會選一個窮鄉僻壤出來的女兒做妃嬪？夏氏倒有幾分可能入選。這句台詞非常直白地表現了選秀會場的潛規則，誰更有機會入宮侍奉皇上，誰就更容易得到尊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按照出身地位來衡量的。沈眉莊看到這些是非常不平的，但是比起看不慣恃強凌弱，他更看重的是皇家臉面、天子的喜好。皇家宮苑，天子近旁，誰這般輕狂？這個階段的眉莊還是被規訓的非常標準的賢惠模範，她絕不會為了一個陌生的秀女把自己捲入一個正面的衝突裡，所以她選擇按住了甄嬛，不讓她出手。當然啊，這種賢惠得體只是她被打造的外殼，
她那種個性十足的底色被隱藏了起來，需要等到外界的強烈刺激，那個真實的自我才会展現出来。想看眉庄人物分析的，請找細品《甄嬛傳》第124期的视頻。甄嬛不一樣，她從小受到的教育是開放的，甄遠道和甄夫人的教育讓她成為了她自己，所以甄嬛的觀念是以人為本。當她看到夏冬春欺負人的時候，第一反應本能的就想衝上去，但被眉莊拉住了。在一旁觀察了一番之後，甄嬛再次選擇衝上去，眉莊在一旁想拉沒拉住，也只好跟了上去，以防不測。這個細節就說明甄嬛十分有主見，不會盲從。而且現實的情況是，像甄嬛一樣看不慣仗勢欺人的人是很少的，雖然少，但也還是有。但是能夠真正像甄嬛一樣，敢於在得罪人可能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情況下，依舊選擇打抱不平的，就只有她一個。這也是她能夠成為主角必須具備的素質。夏冬春看有出頭的，照例先問家世背景。你是谁？甄嬛淡定地報出大理寺少卿甄遠道的大名。夏冬春說，也不是什麼高官啊，你拿這個壓我。夏冬春的反应也正常，大理寺卿是大理寺的一把手，3品京官，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那麼少卿就是副院長，大概是4品或者从4品。所以甄嬛家本質上是書香門第加4品清貴。包衣左領這個職位我們拆開說，包衣是清朝專門服於皇帝的家生奴僕，世代服役，屬於8旗裡面一個特殊的系統，隸屬內務府。雖然是奴僕，但他們的社会等級和一般旗人差不多。左領呢，就是這一波包衣奴僕的管理者，品級是從4品，比甄遠道略低一點點。所以夏冬春說也不是多高的官兒，因為包衣不是普通的奴才，他們是直接侍奉皇家的，離權力中心最近，爬得也最快，也最會仗勢欺人。所以大家能夠明白夏冬春的處世哲學了吧？這種欺軟怕硬的風格恐怕跟家庭背景有關係。而松陽縣城就是浙江一個小縣城的副縣長，正8品官員，相當於現在的副處級，難怪夏冬春瞧不上。甄嬛說，這事兒跟家世高低沒關係，你沒必要非要這麼欺負人，凡事也要講個理吧。凡事論個理字，這就是甄嬛書香門第教育下的思維方式。夏冬春心想，你別裝了，既然不是靠關係，那你一定是自負美貌，覺得自己一定能中選，所以想來指指我。這倆人的思維方式簡直就是天差地別，跟這種人講理是沒用的。所以甄嬛就用夏冬春害怕的事儿来嚇唬他。前面汉军旗大選，你在後面搞事情，怕不怕惊动聖駕，皇上責怪？即使皇上沒有責罰你，那你怕不怕這事兒傳出去，對你們夏家名聲不好呢？後宮狀元的嘴炮技術在第1集就展現得淋漓盡致，夏冬春1個回合之內就落敗了。我會記着你的。姐姐貌美動人，見過姐姐之人才會念念不忘呢。估計玲瓏之前的人生中，從來沒有人這樣站出來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玲瓏異常感激。今日之恩，沒齒難忘，並且內心暗暗發誓，從今往後，我龍傲天要誓死守護劉伯。這種感激的濃度超乎常人收到幫助的很多倍，而且他還細心地考慮到今天的事可能會給甄嬛帶來麻煩。那位夏姐姐不是什麼友善之輩，姐姐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來煩惱。這種怕給別人添麻煩的習慣，也是敏感自卑的人常有的心態，覺得我不配別人對我這麼好，也怕這麼多的恩情自己無法回報。是他煩惱，我沒有。甄嬛的仗義豪氣讓現場氛圍變得輕鬆了不少。然後甄嬛開始試圖幫玲瓏解決問題。她這樣的打扮確實有點難入皇上法眼，所以甄嬛別出心裁，從樹上摘了一朵海棠花戴在玲瓏鬢間，說：先敬羅衣後敬人，時風如此，姐姐衣飾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難免會輕視姐姐。接着又摘下自己的翠玉耳環塞到玲瓏手裡，這對耳環就當今日見面之禮。不，甄嬛這個禮物不是隨便送的，她應該是觀察到了玲瓏只戴了手鐲和髮飾，但沒有戴耳環，所以才選擇了耳環這個禮物。所以說甄嬛送禮物之前都會先考慮一下對方缺什麼，需要什麼。玲瓏收禮物的反應很細節啊，甄嬛給她戴上海棠花的時候，她還是微笑着接受的。等到甄嬛送耳環，玲瓏立馬連聲拒絕，不，臉上的笑意再次變成了沉重的負擔。對她來說，甄嬛給的太多了，她會本能的覺得自己承受不起，覺得自己很難回報甄嬛的好意。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許會辜負姐姐的美意。甄嬛和安陵容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被限定在了一個很微妙的狀態。
一個在不斷提供幫助，一個在不斷接受恩惠。安陵容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辦法把自己擺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她只能不斷地試圖用自己的滴水之勞來回報甄嬛的湧泉之恩。這對敏感的安陵容而言是非常大的心理負擔。後面只要安陵容覺得自己沒有回報好這份恩情，或者覺得甄嬛沒有像之前那樣堅定地站在自己這邊，就很容易把情緒往甄嬛不再對我那麼真心這個角度去理解。我們再往深想一層，甄嬛對安陵容這種周到細緻的幫助，讓安陵容對甄嬛的感情從一開始簡單的感激，變成了後面帶有一種負擔的依附。這種事情發生多了，安陵容就沒有办法再把甄嬛當成普通朋友，而是当成那個唯一能夠接住自己、肯定自己的人。甄嬛給了她一種從父母身上從来没有獲得過的穩定的依賴感，她承擔了安陵容從小缺失的那份安全感，所以陵容会十分恐懼失去這份依賴，這份感情逐漸變得具有排他性。一旦有一天，陵容發現甄嬛對她並不像父母應該給予的那樣100%的純粹，或者發現她對眉莊、對纯兒也像和我一樣好，她就會認為甄嬛變心了，甚至會認為甄嬛也許從一開始就不是真心的。你待我好，對我處處照顧，施以援手，不過是施捨冷飯而已。這種失落感就會成倍放大，情緒就很容易從依戀滑向怨懟。臣女安陵容參見皇上太後，願皇上太後萬福金安。陵容在面試現場確實如夏姐所料，沒能被10級美妝博主愛新覺羅老四看上，但就在宣布了面試失敗之後，撂牌子賜花，安陵容卻說了一句：安陵容辭謝皇上太後，願皇上太后身體安泰，永享安樂。太后一下子注意到她的與眾不同，別人被撂牌子都把不高興寫在臉上，你倒是十分懂禮貌。在太后看來，如果面試失敗就甩臉色，那八成是像華妃一樣被寵壞了的大小姐，不適合侍奉皇帝。她心中合格的嬪妃是順從的，沒有脾氣的。所以安陵容的乖巧順從成為了吸引太后的特質。當然啊，後面變成妖媚類型也是太後沒有預料到的。尤其不要妖媚的。對，安陵容面對太後應答如流。陵容此生能有幸進宮見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氣。這時候，一隻蝴蝶飛過來，落在了海棠花上。皇上注意到了，說：鬢邊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她都帶着花了，就別賜花了。這個橋段讓很多觀眾認為是甄嬛的這個禮物幫助陵容入選，其實這個觀點並不準確。陵容前面的發言十分重要，她的話術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取悅了皇上和太後，因此才爭取到了皇上注意她頭上海棠花的機會。皇上的心理過程大概是，他最開始看到安陵容沒有任何吸引他的點，所以像之前一樣搖搖頭。但是就在皇額娘和安陵容對話的時候，一隻蝴蝶飛過來落在他的頭上，讓平平無奇的面試有了一種傳奇的浪漫色彩，就像幾年之後嬛嬛在倚梅園大變蝴蝶一樣。所以皇上順勢注意到了那隻秋海棠，哎，這隻鮮花和其他人的姹紫嫣紅倒是不同，很有天然的美感。所以皇上誇了一句秋海棠不俗，這句不俗對應了他吐槽別人俗氣，都是俗。甄嬛的禮物讓陵容身上有了皇上欣賞的亮點，並且他覺得安陵容小小一隻站在下面楚楚可憐，所以在宣布留下安陵容的那個話語中還透露着一絲不忍。安陵容的楚楚可憐正是後面他吸引皇上的特質，所以是先有了出彩的御前答辯，贏取了皇上注意自己的機會，才有了甄嬛送的小禮物發揮作用的空間。秋海棠可以算是亮點，但不是決定點。這個小細節另一個隱晦的伏筆，就是在暗示皇上和甄嬛的審美一致，為後面兩個人杏花微語在御花園偶遇埋下伏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朕的婉貴人果然是與眾不同。關於說安陵容首飾上有香料，所以才會吸引蝴蝶，這個說法恐怕證據不足，因為陵容是得寵之後才開始跟甄嬛一起研制香料，那個時候她才剛剛展示出對香料的天賦，所以這項技能是後來才獲得的。現在的首飾上大概率是沒有香料的。安陵容在回去的路上感激涕零地捧着那只秋海棠，她自己也把能夠逆風翻盤全都歸功於了甄嬛。這是陵容非常典型的模式，每當自己獲得成就，第一反應不是肯定自己，而是習慣性的把功勞讓出去，忽略自己的能量。這就是從小被否定的孩子習慣的模式。
玲瓏取得了這麼矚目的成就，說出來的第一句話是：“父親，母親，我入選了。”她激動地流着淚叫着父親母親，語氣呢不太像是跟家人分享喜悅，而更像是在說：“咱們家以後終於能翻身了，我以後終於能夠擺脫母親的命運了。”他把家族的重擔、母親的幸福全都背負在了自己身上。他的父親那麼混蛋，但他卻從來沒有想過怨恨父親，還會反過來尋求認同。這就是從小缺愛的孩子的典型反應。他們往往不會怨恨父母，而是反過来指責自己，是我不夠好，所以才不被愛。安陵容從來不敢怨恨父親，還反而把父親的那套權力邏輯內化進了自己。權威是不能反抗的，只能順從討好。所以他第一次侍寢面對皇帝才會那麼的誠惶誠恐，不僅僅是因為沒見過世面，規矩森嚴，更是因為他從小就習慣了在權威面前畏首畏尾。三位主角選秀，心態卻是截然不同的3個等級。安陵容是擠破頭都想入選，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目標，是他改變命運階級的一場面試。而對眉莊来說，家裡從小就把他當成進入後宮的苗子培養，早早把面試流程、題目、潛規則都推演了很多遍。這個名額對於眉莊來說就是囊中取物。而甄嬛的心態又不一樣，她從小精神富足，並不需要進入紫禁城這種地方來實現自己的價值，爹娘也不會要求她成為自己升官發財的工具，所以她對這個名額滿不在乎，甚至不樂意入選。這3種境界對應了3種不同教育模式下的不同思考方式，所以說真遠道教女有方，真不是蓋的。经此一役，甄嬛和安陵容的缘分就此開始，而老天不忍甄嬛明珠暗投，《甄嬛傳》就此大結局，所以安排她入選。關於甄嬛在面試的時候明明不想入選，為什麼卻還玩命表現，這個話題我們之前分析過，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看細品《甄嬛傳》第2期視頻。咱們本期視頻的主角是安陵容，所以就不細講甄嬛啦。既然要進宮，那麼在選秀會場結識的小姐妹安陵容，自然而然成了甄嬛前期拉攏的隊友，所以她乾脆把還在住快捷酒店的安陵容接來自己家的大別墅同住。接着有個特別值得細品的橋段，宮裡來人到甄府宣旨，這種總部下基層的欽差，按照那個時代的套路，一般都要塞點辛苦費。就在甄夫人特別熟練的把一大厚沓鈔票塞到對方手裡時，導演特意給了安陵容一個鏡頭，這個表情仿佛是在說：啊，原來還要額外給錢的嗎？哎，看人家這出手，換作是我，那肯定也是給不起的。陵容自卑感瞬間加1。書裡明確說過，甄夫人很細心妥帖，考慮到陵容沒有錢，所以把甄嬛和陵容的一起給了。所以陵容這個表情，一方面是受人恩惠的自卑，另一方面也是不懂職場潛規則的懊惱。當然，我們不能怪陵容自卑拮据，不懂送禮哲學，因為像甄嬛这種高門貴女，從小家裡就教怎麼待人接物，場面往來。姑姑安好。好伶俐的小主啊，甄大人好教養。所以这種场面對甄嬛來說就是基曹。但安陵容的父親是個巨嬰，母親又一直掙扎在生存邊緣，成長在這樣不注重家庭教育的環境裡，陵容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紫禁城的公務員，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面對這種需要從小耳濡目染的場面，她當然會局促不安。家裡指望不上，未來的路也只能靠她自己摸索了。陵容在甄府居住期間，甄夫人應該為她置辦了不少好東西，比如她進宮時候的這套頭飾。陵容坐在轎子裡面，十分稀罕地摸了摸頭飾，說明這完全是她消費能力之外的東西，應該不是宮裡給的，因為卸任大禮包都是入宮之後才發放的，所以大概率是甄夫人幫忙置辦的。這也對應了後期甄夫人入宮得寵升級之後的安貴人反過來給甄夫人送禮，而是終於今日是我在上，不再受別人的恩惠賞賜了。這段我們等陵容黑化之後再詳細拆解。入宮之後的陵容依舊很慘，精神上一直遭受舍友夏冬春的欺辱，物質上因為職級低家底兒薄，所以宮裡分配的資源也少得可憐。新人入宮後分配禮物的潛規則，我們在禮物篇的第1期詳細拆解過，新觀眾可以去補一下。入宮之後，甄嬛、眉莊、陵容第一次聚在一起聊天，就暴露了3個人的階級差異。甄嬛、眉莊進宮，家裡肯定是配備了最好的資源，要人有人，要錢有錢，陪嫁侍女都是2個起步。浣碧服侍我久了，自然比別人多長些記性，自然是自幼服侍咱們的好一些。我這次也是帶了彩月和彩星過來。安陵容卻身無長物，輕飄飄的一個人。對了，你並沒有帶貼身的宮女過來，
宮裡服侍你的可還好？宝娟伶俐，倒很穩妥，還有2個小的，也不過15。眉莊立馬發現自己說錯話了，和甄嬛對了個眼神兒。眉莊從小就生活在京城豪門，這些對她來說都是基礎配置，身邊接觸的人也都是甄嬛這樣同級別的高門貴女，所以她並沒有意識到別人很可能沒有這個條件。而玲瓏說完自己的狀況之後，眉莊才意識到自己不小心暴露了階層差距，於是甄嬛趕緊出手補救，把菊青送給安陵容。菊青雖年輕，卻很敦厚妥當，等下就讓她跟你回去。眉莊也趕緊說，我這有幾匹料子正好適合你穿，等下就給你送去。安陵容現在對這些饋贈已經不再推脫了，但是她內心並不輕鬆，她既渴望被喜歡與接納，又極度敏感且自卑。我素來省事，倒也無妨。她不敢說自己過得不好，更不敢說我需要幫助。她禮物收的越多，內心的反差、羞恥、自卑就會越強烈。她最怕的不是自己窮，而是身邊全是富豪。這些好意會成為安陵容後期心理症結的源頭。此時的婉常在無法想象，自己善良的舉動會成為被懷疑的起點，甚至害死了一條無辜的性命。入宮初期，就是甄嬛得寵前的這段日子，玲瓏對甄嬛是非常真心的。即使種子選手婉常在熱度急轉直下，團隊成員紛紛跳槽，內務府也看着風向苛待碎玉軒，安陵容依舊不忘初心。自從小主生病以後，除了沈貴人、安答應和纯常在常來看望外，連阿猫阿狗都沒有再上門的了。而且還把自己宮裡最值錢的织花锦做成了暖爐套子送給甄嬛。這是安陵容送給甄嬛的第一份禮物。這份禮物表達出來的沉重感，我們在上一期視頻已經分析過了。安陵容一直想找機會回饋甄嬛對自己的種種幫助，但自己實在沒有什麼能拿得出手的東西。於是她選擇在甄嬛落难的時候拿出這個暖爐套子，試圖用滴水之情回報甄嬛的湧泉之恩。所以這整個禮物看上去就十分壓抑，這背後是玲瓏一種自卑不安和急於求成的心態。之後玲瓏被完璧歸趙，境況雪上加霜，她和甄嬛2個人都要自己做針線活貼補日常開銷。即使這麼困難，甄嬛也還是讓浣碧拿些銀子去給安答應。好歹咱們手裡還鬆動些，明兒浣碧封些銀子去安答應那兒，開了春做衣裳又是一筆開銷。所以說甄嬛對安陵容真的是沒得說。大家都混得差也還好，怕就怕姐妹們全都飞黄腾达了，就剩自己了。入宮大概半年後，婉常在和老四在御花營偶遇，一鸣惊人，成為了婉貴人。安陵容和歡喜的瘋了的沈眉莊一起来到碎玉軒道喜時，眼睛還不自覺地看向了庫房塞不下的禮物。從此刻開始，玲瓏危機感爆棚，2位姐姐都得寵了，就剩自己了。她太怕自己被拋棄了，所以只好加倍努力地抱緊2位姐姐的大腿。但是玲瓏越用力追，她越發現姐姐們對她似乎總有一層若有若無的距離感。那是一種階層帶來的差異，命運的差異，還有認知的差異。雖然誰也沒有說破，但是玲瓏每分每秒都能感覺到。那麼焦慮不安的玲瓏做了什麼來向姐姐證明自己呢？甄嬛又是否能夠笑納玲瓏的這份大禮呢？活活累死的。是啊。本期視頻深入拆解了玲瓏從選秀到剛入宮期間，通過禮物折射出的心理活動。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還不錯，一定要點擊訂閱，並且把小鈴鐺打開，這樣咱們宮裡以後有什麼風吹草動，你都能第一時刻收到消息哦。也非常歡迎你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小故事，在現實生活中，你有沒有遇到過安陵容類似的情況呢？我是樹懶，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拜拜。